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想得很美好，但去做事情的时候发现与现实背谬呢？这条视频价值连城，听懂了就知道自己不成功的原因了。在普世的价值观下，我们都有同一个做事的终点站，那就是成事。抛开时代风口的幸运儿不谈，成事是否有规律可循，以及循着这个规律能否使我们制造正确的风口，让我们也起飞呢？当然是有的。这个归因总结起来就5个字：道天地将法。这5个字源于《孙子兵法》，李孙武对战事胜负走向的看法。为什么我认为成事的5因也可以用这5个字概括呢？因为它俩虽然形式不同，但是本质相同。攻城略地需要配备人马、粮草，寻找合适的天气、温度和时间，然后让有勇有谋的将军带军找到有利的地形后，运用合适的方法战胜敌人，夺下城池，然后运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统治管理人民，也就是道。使命、愿景、价值观越上道，便会吸引更多人来到你的国家，得道多助就是如此。我们创业也是如此，确认好我们出发的目的，发出自己的大愿，寻找同频共振的伙伴，等待大环境的正确时机，然后选择一片适合你项目的土壤，对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有相应灵活的办法去应对，不断的试错好了后确认好正确的时间和空间。那么接下来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那就是坚持。我们来拆分看一下这5因具体指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运用。道是最核心的，它就像10000中这5个数字的一样重要，没有它的话，后续一切都不将有意义。因为哪怕是侥幸成功了，没有道的正确支撑，也如空中楼阁一般，道是一切的基础。为什么我们要打这个仗？我们为了什么？为什么你愿意把时间花在我们项目上？为什么古时将士愿意用生命去完成胜利？这一切都是道的功劳。所以古时人打仗最怕的就是出师无名，因为这样就不是有道之君，上下无法同欲，自然无法赢得胜利。那么构建好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让大家都能看到他们跟随你后的方向和追求。如果你招聘一个门卫，你不能仅仅定义他的职责把控进出，你应该赋予他一定的意义。比如他是公司第一道防线，进出者的严控和安全全在他一个人手里。我们能在公司安心生产，都是因为他的认真负责。长征的第一步少了他绝对不行。那么接下来他就会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当你认为他只是来看门的话，那么你的得到的永远是一个消极怠工，做一天是一天的门卫。赋予意义绝不是普我，而是让并没有此等视野的人能看到工作背后的意义。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之前，一定不要出发。天是什么？很好理解，
做事第一要素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可以理解为时机。古时打仗要看是刮风还是下雨，晴天还是阴霾，我们做事首要考衡的就是当下的时机是否适合。时机不对，努力全废。这里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种要素。宏观是无法改变的大环境，微观是当我们面临不同境遇可控的选择变量。逆时韬光养晦，顺时乘势而起。智者不与世斗，不与时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要匹配时势，还要顺应天这个环境。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天是天天变化的，伴着它的阴晴圆缺变化，找到对应的调整，走下一步。当然你也可以人为的改变天。先别反驳，当你在中国入眠的时候，美国是不是太阳刚刚升起呢？天不会在同一时间控制所有地方，找到天的规律，追着太阳即将照射的地方跑，你可以创造你的天时。中国很多上个时代的大佬的企业大多都是学习的国外的。国外企业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正在黑夜里摸索看不起。当那些大佬走了一圈后，便拥有了信息差，于是来到我们的黑夜里，点开了新天地的灯，就拥有了他们的天时。地是地利，是空间，也是土壤。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典型的地理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同样一个产品，在不同地方的销售程度都是有略微甚至较大差距的，因为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和喜好都有所不同。就比如槟榔在湖南、湖北和珠三角洲能畅销，但是来到长三角洲就不受欢迎，跟当地政策的宣传是分不开的。包括身边人群是否有槟榔文化也是有影响的。古时战争军事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勘察地形，哪里易攻，哪里好守，哪里可以撤退，哪里可以伏击，地形能否好的利用，能够决定战场的大半走向。包括人也一样，也需要自己适合的土壤。小城市吃关系，没有熟人不好办事，你花时间处理人际，就会在成长积累上有所缺失。但是你不花时间在关系上，就会比有关系的同行处处慢人一步。相对掣肘，所谓母弱除商贾，富强作侍郎，足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当你没有足够的原始人际关系时，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更大的城市，那里人脉和资源无法轻易形成垄断，相对会公平一点，你也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创新和进步。地利这个空间选择决定了你能扑腾多远，是如困兽之斗，还是四海阔鱼跃，都是你的地利选择造成的结果。当然这是可控的变量，此处待不惯，打包走人就是了。树挪死人挪活，将者至信人永言也，这是魏将的基础。知为什么能排在首位呢？我们不乏有勇无谋之辈，他们的执行力就
就是把双刃剑，只顾着往前冲，不知变通，很容易把局势陷入不利，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个意思。思考走在行动前，拥有大局观，谋全局而不是谋一域，拥有智慧的领导者做事进退有度，做人广开言路，对上管理反馈及时，对下提炼兼容。信是很重要的环节，人不信则不立。如果你和别人约好了时间，你只能早到不能晚到。如果你承诺了他人要完成什么事，这就好比一个债留在了他人那里，实现了是应该的，没有实现就会降低你的可信度。我们常用的透支卡叫做信用卡，就是这个意思。你的信用越高，你在银行和个人那里额度就越大，你的信用越低，别人就不会给你额度。商鞅在变法前用的喜怒立信，就是为了赢得民心的信。下面的3个含义很好理解：仁义、勇猛和严格。仁者爱人，要想上下同欲，必须要有一定的仁爱之心。对待团队要换位思考，有力不争先，有事你先上，慢慢地赢得凝聚力。勇猛意味着担当，遇到事情不含糊，一马当先，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最后一个就是严格，私底下嘻嘻哈哈打成一片没有关系，在原则性问题上和规章制度上必须从严处理，慈不带兵，义不长财，如此，这才是为将的基本5要素。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做事怎么办呢？那就是用将的标准严格要求自我。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对自己的作息、工作和学习有序安排，不断地向外延伸合作，勇于试错和复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树立社会信用度。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一个人也可以抵得上一个公司。法有2层含义，一者就是方法论，我在做事前都要进行事情的本质分析，达成成交的潜在原因是什么，事情的终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方法论这么重要？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废。方法论的道就是逻辑和思辨的总结能力，不会因为他人的节奏和成败影响到自己思考。方法论的道是具有很辨析的角度的，绝不是照本宣科般的生搬硬套。不同的方法会造成不同的格局。方法论的术就是各种框架模型，具有可套性，不去赘述，更多的是要以道喻述。除了方法论以外，法也代表了制度、分工、流程和组织运行的基础定调，是无法不可依，人无法则无天。综上，用方法论应对瞬息万变的环节，用法治人，讲诚并行，依法办事。有了这5因，如果都完美地踩中了节奏，那么我们将收获一个决定我们人生格局的器。这个器就是丈量我们综合水平的容器，有大器和小器之分，但是无与他人比较之说。
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与自己的过去较劲。世界上了不起的前人后辈层出不穷，那么什么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呢？正如中国象棋里面的一个小兵一样，我虽为小卒，可你却看见我后退一步。君子不器，应有龙蛇之辨。讲的就是一个人要想成事，不能用一个思路或一个状态去面对所有事情。在学问上要具备通识观，在思维上要有辩证角度，在决策上要因势利导的适时转换。而龙蛇之辨的关键就在于对道、法、术、器、是这5个维度的综合理解和应用。这5字含义之广，并非是字面意思所能阐述解析这么简单。而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和总结其精髓和明确相互关系的话，我会用抱法处世而用术，随势变道而成器这2句。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以明相，法以立本，术以立策，器以成事，事以立人。而生为的人都吃透了这5层维度的变和不变，并且明了彼此间的关系是属于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1. 道以明相，可实不可变。 1.1 道可道，非恒道。我们常常听人在闹掰了的时候会说上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这里的道就是我们要讲的道，它是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总和，它也是客观存在，不因主观而变化的，它更是一切的源泉和基础。没有对的道，就不会有正确的路。所以道路这2个字组合在一起意义深远。任何可描述和不可描述的事物和一切可名和不可名的状态都具有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而道的总观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这么来的。太阳的东升西落，白天黑夜的有序，春夏秋冬的轮替，黄河自西向东奔流不息，动物的生老病死，万物的成住坏空，人性的喜怒哀乐，一切的发生都是遵循道而自然而然显化，不因主观意识而改变和影响。而我们唯一能够左右的就是我们对道的价值观判定，因为这是我们能用主观意识决定的道路。价值观更是一切动机的基础。我们的得失、好坏、美丑、成败和悲喜都藏在价值观的判定里，它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不断地在对立和统一中转化着，道的确立后才可以让我们明相。古今中外的历史跌宕和人文冤走，无不是因为个体和群体之间道的相互碰撞和融合后所显化的相。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我们为什么而牺牲和奉献？所有的为什么里都藏着道的出发点和答案。我们真正要明确的是价值观所主导的道。我不敢说以下的内容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会伴随时间和认知的不同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常思常省的习惯让我们对当下永怀敬畏的辩证之心。无必无故的提醒是能让我们悟物而不误于物的抓手，而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对变的认识和知道，我们才能在五色六尘中自洽当下，不拧巴亦不固执。现在分享于你。1.2 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价值观所主导着的。价值观它是多元的，也是辩证的，它不是泾渭分明的非黑即白，它应具备批判性思维，它应摒弃灰格史观看过去和当下，它应从悲观中看到乐观的一面，它也应悟出反者道之动的根本就在于物极必反，它是变化的，也是守恒的，更是处于动态平衡中的。在定义和追求正确的道上，我们就像追着尾巴咬的猫一样，明明道就在当下，我们却舍本求末般远行至西天取经，到了西天才发现经文是空的，回过头来才知道自己取的是一路的经验和经历的经。道在哪里，路就在哪里。反过来想，路在哪里，道自然也就在哪里。只要明确了正确的道，如果你愿意，不用追求上岸，当下就是你的彼岸。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就是道。究其一生，道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事本无好坏之分，你的痛苦和快乐都源于对有常的执着，而无常才是有常。道法术气势中事是不可控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所以我们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随着事的无常变化而需要转变到对当前的定义，最终选择适合它的器皿去显化成事。如何因时因势地去转变对当下道的定义呢？从心出发，对待情事要不以目视而以神喻，修心即是修道。道对了，就像衣服上第一颗纽扣对了一样，其他的法术器自然衔接在自己正确的一环上。1.3 心即理，理即道，故修道即修心。道就在当下，你明白了，接着你一定会追问到在当下的哪里。如果你遇到庄子，他会说道在瓦砾，道在屎溺。你遇到杨朱先生，他会说道在毛上，我一毛都不会拔。你遇到东坡先生，他会说道在八风里，道在紫金莲。而当你遇到守仁先生时，他会说道就在心里，心即万物。王阳明说过，天理即人心，就是说我们对一切的认识都决定了事情的定义。瓶子里的半瓶水就分为乐观者和悲观者两派。乐观者随喜，觉得还有半杯可以喝；悲观者极悲，认为只剩下半杯可以喝了。道的内在就是心学，
修道就是修心，修心就是修行，而心的模样就是太极，有不变的两点，有相互交换的思辨力，更是有二元对立且统一的矛盾共存。修心就是修行，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步走：一、坚守自己不变的信念，道的建立，不变应变；二、允许其他一切变化的发生，道的多样性，变中有变；三、不动如如，接受它，接纳它，随时变道，以变应变。我们常言的不忘初心，就是强调到为根本的重要性，即使眼盲也不能心盲，心盲则瞎盲。有句经典的话叫做存在即合理，而这个合理的背后，就是因为有道的存在，无道则不存。道是因果，是规律，是原理，更是本质。我们依据对的道，才能确保走的是对的路，但是这个过程就需要运用方法了。二、法以立本，有道无法，就是在说正确的废话。2.1 大道至简，化繁为简。法对大家都不陌生，古时有法术释法家学说，今日有法律、法治、法规之框架，但是这个到后面的这个法更宽泛，是方法论，是战略统筹，是思想模型，是策略方针，也是流程框架，它更是道的延伸，世术的根本出发点，是所有一切为了落地而制定的制度和规范。不要被以上的内容所吓到了，看上去很唬人，但是从法的角度就可以拆解，因为方法论就是用来化繁为简的，它具备第一性原理特征，它是一眼洞悉事物本质的钥匙，这个本质就是道。举个简单的例子，道是方向，法是方法，术是执行。你要去一个地方旅游，是道路方向的产生，具体去那里有多种交通工具可以选择，方法。最后你选择了自驾，术，因为边开边看沿途的风景符合你的价值观，道。当你想快去某个地方办事而不是旅游的时候，道，那么你就会选择最快的交通工具飞机，方法。道是一切逻辑的底层，亦是一切设计的顶层，而法就是服务它和拆解它的。法是用来化繁为简，法无定法，万法归一。而我们现代的消费主义擅长做的是化简为繁，比如做一碗1000元的皇帝炒饭，要采用阿拉斯加凌晨4点跳跃的鲟鱼肉，再加上2小时前刚下的谷饲散养的草鸡蛋，采用文火细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饭是采用周星驰的建议用的隔夜饭，实际上这个就属于无成长性的内卷，好比在餐巾纸上面刻上复杂的花纹一样。法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去拆解一切出发的源泉动机，道，从而形成一套自洽于道的方法论。它能快速的有效区分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它的出发点，达到目的
是他使命。如果你的事情没有达成，一定是方法没有立本。2.2 法的第一步很重要，它决定了中间是否会有弯路。很多哲理里都蕴藏着道和法的结合，比如将军赶路，不追野兔。将军的职责和使命是道的显化具象，而到达终点是他的目的。方法就是定着目标赶路，不被小事吸引和左右，而主要问题就是到达终点，次要问题就是追野兔好玩。方法论就是告诉我们主要要做的主要步骤，其余次要的都是次要的，它就是程式的基础框架。他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等方法论总结起来，形成数学、几何、物理、经济和管理等综合学科的雏形，再卷成一个灵活的框架，套在不同的状态和形式之下去做执行的第一步落脚点。2.3 中间步骤更重要，按图索骥的方法论找不到千里马。商鞅针对语法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不伐古，不修今，拿着旧地图是到不了新大陆的。法要根据不同的现状适时调整，不能产生过往惯性的路径依赖，同样的不能有权威思维。越是在行业内的人，越是无法跳出来看问题。福特说过，如果你问一个世纪之前的马车夫他想要一辆什么样的车时，他的回答只会是一辆更快的马车，那么依据他们的法，永远不会有今天的汽车。这就是当局者迷。2.4 其视险，其节短，战略花的时间少，战术只能一边倒。既是战略，就不能迷糊，否则只能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我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夸过他一个朋友有多勤奋，大年30还在亲自生产和送货。我听完就发现了问题，进行了反驳。我认为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出了问题。首先，你可以雇人进行劳动力的复制，把你有限的精力聚焦在重要的工作和事情上。在这年30陪伴家人很重要，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就算有临时工作也可以等等，或者让人落地安排。其次，为什么不能统筹重要节日关口的库存用量，早安排早落实呢？越是离不开老板的公司，离衰败也就不远了。这就是缺乏了良好的法治和规章，以人治代替了法治。可是法不会休息人，会打盹。良好的法治会给组织架构带来运营的自动化进程和事实拨证。很多人看上去很精明，其实都是算的小账。道不明和法不立则总账一定是糊涂和损失的。他们盲目的努力无非就是掩盖不想思考的懒惰。如果有天你看到朋友圈有人深夜发一个加班到现在才结束，这种文案无非就是自我感动。白天都有效利用了吗？今天的加班难道不是用明天的困乏来换的？工作的目的不就是充实下自我，换点生活用度后，其余的时间用以生活吗？
加班就是道不明和法不立后进行盲目勤奋的术。总结一下，法是战略、思想、策略、方向和框架。你如果遇到瓶颈，不用怀疑，一般都是方法出了问题。在很多电视剧里的高人都是跟差一点就成功的后生说上一句，你还是不得法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法。最好的答案肯定是先装好第一套，然后进行规律总结，也能发现哪个步骤出了问题。而如果同步所有设备的节奏后，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5套一起反攻。术不是盲目的重复，而是高效的总结。3.4 报法处事而用术。术要在执行的层面才能行之有效，但是术更是依据事儿多样的。所谓报法处事而用术，在术的层面，手里最不该拿的就是单一的武器，因为如果你手里一直攥着的是锤子，那么你看谁都会像钉子。我经常看不同的视频学习资料，其中我比较喜欢的博主类型并不是专科人才，而是通识知识。就比如说物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麦克斯韦腰，如果你只会物理学层面解释，你永远出不了圈，因为很多门外汉看到这个名词就会望而却步，也不会清晰看了这个人对麦克斯韦腰的解释后有什么对自我实际的帮助。我们从前文中掌握了大道至简的道和化繁为简的法后，到达术的层面就应该要相通于千术万术。运用逻辑的框架，找到类比的事情，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一个复杂的事情，这个才是高手。你能让多少人听得懂你的话，你就能影响多少人。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满嘴术语，不接地气，让人听得云里雾里的，不用怀疑，还是不得法。讲这个跟韩非子所提的报法处事而用术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事是随时发生变化的，智者不与事斗，不与法斗。我们的术应具有多样性，在人事面前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在情势面前借力打力，趁势而起，无事则等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术方面不妄为，依事而定。而解决事情的道就是解决人，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要有不同维度的术技巧和语言魅力。复杂的事情简单说，简单的事情明了说。所以术的终点又回到了我们的道，它是依附于道而产生的。有了剑道才会有剑术，有了武士道才会有武术，有了茶道才会有茶术。道如果不正确，术将毫无意义。以道御术，术上可求；以术御道，术不久矣。4. 器以成事，有术无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4.1 器皿不同，结果不同。如果说前面的道法术是在无形的层面进行的思考和执行，那么器就是在有形的层面来显化不同的执行结果的。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种子，
抱着相同的目的去栽植，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地方，则结果大相径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意思。再比如，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场景用手机拍照和专业相机拍照，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气的选择在很多层面是决定了术的显化。再好的技术，没有好的工具，也没有办法发挥其全貌，这就是气的重要性。4.2 时代的气和个人的气。这个时代是人类已知历史中最好的时代，不光是在时代的进步和便利性，更是在气的方面完成了质的飞跃。古代能学习的人其实很少，书籍的誊抄不便和价格的不菲，让很多寒门子弟无缘徜徉知识海洋。哪怕就是雕版印刷术的产生，依然没能做到大范围的普及。而今天的我们站在时代的风口下，打开手机电脑就能学到过去的人一辈子看不到的东西。诸如此类的气的变化还有很多，就好像如果没有瓦特改良蒸汽机，那我们今天就不会有穿衣用度和交通出行的如此便利，甚至不会有现代化进程。就好像如果没有钢铁业的兴起，就不会有城市化的进程和发展。就好像如果没有乔布斯开创触屏手机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App 面试和成功。这些都是时代的气给我们带来的东风。个人的气也有，过去一切的不可能在今天都成了轻而易举。试想一下，如果回到过去，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如果我想写作，那就是每天用笔手写，会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文字能够输出，因为受手写效率所致，也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和赋能。长久以往，就会恶性循环，影响文章质量。更重要的是，不会有如此方便的发布渠道和工具平台。没有网络，更不会有后面的 YouTube 等平台了。受光环效应的影响，人在光环里是看不到很多隐藏在外部不言不语的因素的。很多人都把他人的不成功统一归结为不够努力，把自我的成功总结成是个体奋斗的结果。这种思维是很不智慧且自负自恋的。时代的一粒沙掉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任何人都离不开时代的气和个人选择的气对我们当下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性成功与失败都是在不同时势下的选择而显化的。树立了正确的道，总结出规律的方法，扎根在你的专业术，在等待正确的时机，选择有效的工具去完成你的人生闭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找到能将自己技术发挥到极致的工具平台。4.3 气在练后练，趁手后再换气。如果在当下你使用的工具已经是属于当前技术的头部水准了，你就一定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水准吗？其实不然。前面我提过了，就算是把金箍棒这样的
神器陡然间交到你手里，你也没办法挥动它，因为你还没那个能力。在小说《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慕容复两大高手打到了少林寺藏经阁后面，撞见了貌不惊人的扫地僧。他规劝他们放下仇恨，好好过日子。二人不服，随即又动起手来。扫地僧用扫帚便分开和制服了现场的众人。要知道，在那里的人的武器都是名震江湖的利器，一根扫帚就力压群器了。所以气并不是城市显化的最主要因素，在个体本有的能力面前，他只能做到锦上添花，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水平的参差。就好像一辆奥拓和奥迪进行车赛，即使奥拓的性能不如奥迪，但是假设奥拓的赛车手老练术且熟悉车、气和道路法的话，那么较之于一个新手司机开奥迪来比的话，结果也可能是奥拓汽车能赢。什么叫做差生文具多呢？就是很多人在刚进入异形的时候，把一切好的结果归功于工具的好坏影响，于是乎买了一大堆专业的设备工具，而忽略了本身道法术的锤炼。而事实是，一切的工具尽头就是大道至简。你经常能看到公园里很多老先生用拖把写着一手的漂亮书法字，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用树枝或者徒手在泥的画了一幅旖旎的画卷。真经在于火炼，我们要找到和我们水平所匹配的器具，不断的打磨锤炼，真理就藏在日积月累的锤炼里。4.4 大器一般晚成，千万不要急着成功，急着成名，这对你来说没有一点好处。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历史上无数的前人经历和自然现象总结出来的规律。好的东西它总是慢慢来的，人和自然的本质是一致的，看不见的扎根决定了看得见的茂叶。没有人不向往美好，没有树不渴望开花结果，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使命和原动力。我们当代步入进了一个快节奏步调里，什么东西都要快，什么东西都想迅速看到结果。比如10分钟读完一本书，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2天集训营学会一个技能，结果可想而知。缺乏过程的结构性链接，知识和内容丢失了逻辑框架的链接。眼睛看上去是会了，一到实践全部抓瞎。快餐是能果腹，但是没有营养。相亲是可以结婚，但是缺乏相知相伴。但是如果我们把节奏放慢，我们就会看到电影的过程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节奏，让我们带入其中，大呼过瘾。书籍的全貌是不断的分论到推主旨，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书中自然也能发现黄金屋和颜如玉，而成长的过程是通过一次次的得失和积累，让我们明确取舍和扎根。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横空出世，只有厚积薄发的一鸣惊人。慢才能行稳致远，
慢慢打磨不仅可以出细活和扩大气量的大小，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时间的沉淀厚德载物。很多人年少的滞后便开始飘飘所以然，全然不知谨慎和敬畏。缺乏根基的大树经不起风雨，最终的结局多是一败不起。什么样的河流能延绵不绝，既长也久呢？那就是穿越过周期的那些。没有见过冬天的人是不会有棉衣去对抗寒冷的，没有经过夏天的人是不会做冰泉去抗暑的，而只有春夏秋冬都经历过的人，才有资格说他了解了人生。于是这样的人不会在富贵面前迷失自我，也不会在贫苦面前妄自菲薄。他们在找到了自己的道法术气后，每一个当下都在随时而舞。于这类穿过周期的人而言，他们气不力可戒，术不精可练，法不强可学，道不通可悟，时不逢可等，事不明可度。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到了最后一个部分不是该聊事了吗？其实我们已经聊过事了，通篇不提事，通篇都是事。至此大器已成，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顺势而为，愿你借势而进，乘势而起，造势而上。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